大家好啊，我是尤布。今天我们讲一下大宋国和契丹国的那点事儿。以前啊，契丹没事儿就揍大宋，大宋呢就一直挨揍，10打9输啊。最后契丹觉得大宋太好欺负了，于是皇帝御驾亲征，来到了中原。大宋的皇帝呢，快吓尿了，想溜。被大臣们一通慷慨激昂的 PPT 给说服了，于是大宋的皇帝也御驾亲征去了，结果双方就碰上了。但是双方的皇帝互相瞅了瞅，这都他喵的兵挺多的，这要是打起来了，损失太大呀。于是双方就和谈了，最终呢没打起来，双方呢签订了不平等的合约。大宋呢丧权辱国啊，具体呢就是几个内容：大宋每年给对方白银多少两，多少丝绸，乱七八糟的贡品赔款，然后开始通商。家里面的大臣呢呼天抢地的，还自杀了几个。其实这个内容啊，跟鸦片战争以后和英国签的协议是差不多的。但这次大宋呢意外赚大发了，两国一通商，契丹人发现这大宋的玩意儿好啊，瓷器、丝绸啥都稀奇，于是都买。可问题是，大宋觉得契丹啥都不好，只有马还不错。那是因为其实契丹就是现在的东北加上蒙古的一小块，当然了，契丹还有虎皮和人参，其他就没了。大宋这边呢，啥东西都卖过去了，可契丹这边呢，就只有马、人参和虎皮。大宋呢，确实挺稀罕，于是呢，契丹那边的老百姓啊，就开始集体打虎，导致契丹那边的老虎差点都被打光了。关键是老虎没了，剩下的人参和马也得慢慢长啊，它不能一夜之间就跑出来，对吧？于是契丹和大宋就形成了巨大的贸易顺差。宋朝呢，去的商人不认契丹的钱，因为拿回来花不出去啊，他们就只认大宋的钱。慢慢的，契丹的老百姓都觉得大宋的钱才是钱，因为可以直接买大宋的东西，对吧？民间呢就开始流通大宋的钱了。可是这样下去，契丹的皇帝觉得不对劲儿了，但不是钱的问题啊，连他都觉得大宋的钱才是钱，因为它是真的铜做的呀，足斤足两啊。于是契丹的国库里面都堆满了宋朝的钱。这是不是看着有点眼熟啊？因为我国持有的美债几万亿，当然美债和美元还是有区别的。后面美债被我们玩出了花，这个以后有时间我单独开一期慢慢讲。契丹的皇帝啊，觉得马卖的太多了，那个时候的马呀是战争机器啊，不比现在的坦克飞机便宜啊。于是下令不准卖马了，要卖只能卖阉割版，也就是善马。打仗呢几乎都用善马，因为卖给你后死一批少一批，这瞅着也眼熟，对吧？因为放在现在这个叫猴版。于是呢更严重的贸易逆差就出来了，契丹国的老百姓的钱都被大宋赚了个干净，国家呢越来越穷，大宋呢玩命养马，准备雪耻，契丹呢逐渐的就衰退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屁股后面突然冒出来了一个金国，于是干脆大宋就联合金国，没费力气就把契丹给灭了。打完了金国一看，说好的一起打，这契丹都灭了，可是你大宋，你连你的燕云16州都才打了一半啊！大宋寻思，
这个，当初我们说好的，这个地方你得还给我。于是金国就把这块地还给了大宋。大宋呢，普天同庆。这一下，大宋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办法好使啊，不用打仗，还不怎么死人，契丹自己就垮了。后来呢，大宋整明白了，于是一路裸奔到底，西夏揍他，割地赔款通商；南越打他，割地赔款通商。具体好像还有几个都揍过他，通通都是打几下，割地赔款通商。他这整得跟扶贫似的，地盘呢是越来越小。可问题是，大宋呢越赔越有钱，越赔越有钱。谁揍了他，要不了多久又活蹦乱跳的，都养成习惯了。直到金国把北宋连锅端了，换到了南宋，接着继续没心没肺，一直把金国盘得穷到不行啊。西夏也快挂了，最后呢，大宋都没动手啊，金国被蒙古人给收拾了。大宋呢，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盛世，打仗弱鸡的一批，别人开疆扩土，他呢是割地赔款，都赔习惯了，连越南没有事都敢欺负他。可是架不住越赔越有钱啊，这货呢就是个大家随时来割的韭菜田啊，还长得贼快。大家有没有明白一个问题啊？就是打仗这么弱鸡的一个大宋，为啥命还这么长呢？那是因为大宋有钱啊，对吧？可是大宋为啥有钱呢？那是因为大宋的东西好啊，对吧？啥玩意儿拿出去卖都好使啊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周边的国家瞅着大宋的钱才是真钱，大家都认，就像美元那个样子。这事儿说起来有点复杂，涉及到贸易和货币掠夺。其实呢，也没啥新鲜的。美国玩的这一套，我们宋朝早就玩过了，而且贼清楚。宋朝呢，就一个本事，我人畜无害呀，我就一小白兔啊。你有钱，我跟你做生意；你有钱有技术，我们合伙做生意；你没钱，我帮你发展起来，然后我们再做生意。我不会打仗，我弱鸡，我也不跟谁打仗。所以啊，故事到这儿，可能大家就要问了，那为啥后来鸦片战争一样的条款，清朝就这么惨呢？要想知道清朝为啥这么惨，请关注我下期视频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优步。